过去5年有3次机会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2021年，新能源汽车爆发，买入比亚迪、特斯拉的人资产翻倍，马斯克登顶全球首富。2023年 ChatGPT 横空出世， AI 浪潮席卷全球，英伟达的市值疯狂飙升，一批人靠 AI 重新定义了财富。2025年开始， HBM 高带宽内存、光模块、AI 硬件供应链再次疯狂上涨，有人提前布局，有人后悔到跺脚。但问题来了，下一个能让普通人改变阶层的机会还存在吗？答案是存在的，而且它可能比新能源汽车 ChatGPT 更加疯狂，因为这一次改变世界的不再是一块电池，也不是一串代码，而是一台真正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机器——人形机器人。一个沉睡了几十年的赛道正在迎来真正的爆发前夜。AI 大模型和供应链的成熟正在让它无比接近大规模的商业化，迎来属于它的 iPhone 时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下一个可能改变财富格局的超级风口——人形机器人。虽然人形机器人不是一个新鲜词，大家在短视频里都刷到过，有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看起来都不怎么聪明的样子，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离我们要求的真正的智能可靠的样子还差得很远，而且价格更是一言难尽，一台动不动就要15万到20万美元，买一台回家相当于买了一辆保时捷，谁会舍得让半个智障一样的保时捷去擦马桶、去叠衣服，然后1个小时就没电了？那我们买它回来除了摆拍还能干什么呢？不过没关系，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只是刚刚出了新手村啊，科技的奇异点已经到来，技术的迭代速度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让我们把时间回放到2007年，看看当年惊艳全球的第一代 iPhone。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第一代 iPhone 它有多垃圾，它没有应用商店的 Apple Store， 你不能下载任何的软件，它不支持 3G 上网，网速慢的你想摔手机，它甚至连复制粘贴的功能都没有，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打字机器人，有摄像头但没有办法录像，只能拍照片啊。在当年它就是一个功能残疾的半成品，但这妨碍它3年以后用 iPhone 4统治智能手机时代了吗？妨碍它5年之后把诺基亚彻底送进坟墓了吗？完全没有啊。现在2026年的人形机器人就刚好处于 iPhone 的第一代的尴尬时刻，而这种尴尬时刻恰恰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机会。科技圈有一个铁律，当一个东西已经完美到连你家隔壁的张大妈都在天天讨论的时候，这个赛道就再也没有普通人发财的机会了。咱们看不懂，但资本看得懂。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食物链顶端的大佬们，看看他们现在在机器人赛道上都在做什么。首先登场的是全球科技圈第一狠人马斯克。如果说前几年马斯克发布 Optimus 机器人是一个垃圾，他不务正业，那到了今天，马斯克就已经完全疯掉了。他赌上了整个特斯拉公司的命运去搞人形机器人啊！马斯克在最近的演讲中发话，未来特斯拉80%的价值都来自于机器人，特斯拉将是一家价值25万亿美金的机器人公司啊！然后他在特斯拉内部下了一道死命令，直接宣布停产拥有10几年历史的 Model S 和 Model X。他把生产线全部拆掉，车都不造了，把腾出来的空间全部改造为第3代人形机器人的大型生产基地啊！特斯拉的工程队加班加点，用了43天就移平了加州工厂的整个车间，全部铺成了机器人的量产传送带。光拆产线还不够，马斯克在高管会议上给全公司和整个供应链下了死命令，第3代人形机器人必须在今年7到8月启动大规模的量产，年底前每周的产能必须达到2000到2500台。他说，如果到今年12月哪个采购环节掉链子，导致产能不达预期，他会毫不犹豫地开除整个采购团队的所有人。而现在，所有沾上特斯拉机器人供应链的公司都在挑灯夜战，疯狂的扩产，因为大家都知道，谁要是能在这个时候把减速器和传感器塞给马斯克的机器人生产线，谁就是下一个海力士，下一个闪迪啊！
那么为什么马斯克能扛起美国人形机器人的大旗？因为他有一张王牌，就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特斯拉的机器人不再需要去重新学习怎么看路，怎么躲避障碍物。特斯拉汽车已经开过了几百亿公里的路，它的自动驾驶已经相当的成熟了。汽车在马路上看红绿灯、躲避行人，和机器人用的是同样的神经网络。在工厂里和房间里看桌子、躲椅子是一样的。它可以直接把汽车的大脑移到机器人身上，在量产和进化的速度上，直接把同行甩开了一个时代。其实呢，光看科技大佬是怎么说的还是不够的，资本的嗅觉才是最灵敏的。我们来看看资本大佬的真金白银都流向了哪里。要聊到大资金，全球科技投资界有一个绝对绕不开的超级赌徒啊，他就是孙正义。前几年，他因为投错了 WeWork 这个共享办公巨头，又在2019年清仓了英伟达将近5%的股份，被华尔街和散户疯狂嘲笑了好几年啊。正常人应该收手了吧？不，当年投资阿里巴巴带着软银驰骋风云的孙正义可不是普通人。这一次，他带着几百亿美金的巨额现金，对机器人赛道进行了报复性的重仓啊！他要在机器人赛道把前几年的耻辱全部赢回来。孙正义首先在2024年末掏了几十亿美金，直接砸向了已经能规模化落地、能立刻赚取现金流的仓储机器人龙头 Synthetic， 并且与他合资成立了 Greenbox 公司。而孙正义敢砸这几十亿美金的底气，是因为他看到了 Synthetic 的 AI 机器人军团颠覆传统物流的实力啊！这些仓储机器人在密闭的黑灯仓库里，他们能以时速40公里的速度穿梭搬货，利用视觉 AI 瞬间识别数万种商品，像拼俄罗斯方块一样，把长短不一、奇形怪状的纸箱自动堆叠的严丝合缝。因此，沃尔玛也将全美几十个配送中心都交给了他。我们看到现在仓储机器人逐渐成熟的样子，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未来人形机器人的繁荣，走在大街上的样子。而就在今年2026年，软银又拿出了14亿美金重仓了机器人脑子公司 Scale 的 AI。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 ChatGPT 是 AI 语言模型，而 Scale 的 AI 研发的是通用机器人大模型啊，也就是不管你是4足的机器狗，还是有2个胳膊的机械臂，还是走在马路上的人形机器人，只要刷入这个大模型，机器就能像人类一样的学会感知环境、抓取和复杂的移动，不需要去针对每个硬件去重新写代码。这也就是真正的一脑控万物的感觉啊！你们发现没有？软银是先投资了仓储机器人的4肢，然后又投资了机器人的大脑。大家看出孙正义的野心了吧？而就在最近，孙正义在东京的演讲中放话，到2040年，全球将诞生10亿台 AI 人形机器人。他认为未来的人类将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过渡到以机器代理为中心的世界。大家是不是听得很兴奋呢？其实不光是软银，科技女神木头姐也扫获了30亿美元的人形机器人生态链啊，还有贝索斯、英伟达财团、红杉资本这些顶级资本大佬都纷纷的在这几年入场了人形机器人。好，我们下面就聊一聊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像2023年 ChatGPT 一样，突然一夜爆发，让全网刷屏，相关股票会像坐火箭一样的起飞。这里有2个关键的时间点啊，也是投资界关注的风向标。第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今年到明年2027年，属于工业上的大练兵阶段。你会先在少数的高端工厂里看到人形机器人的上岗，比如看到人形机器人去汽车组装厂拧那些狭窄空间里的螺丝，或者去化工厂搬运危险的强酸化学品。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以前不也是机械臂拧螺丝吗？这不一样吗？不一样啊！机械臂是死的，机器人可是活的，他们可以自己去工地上干活，只要在机器人脑子里更新一下代码，他们就可以去贴车模、装车门。在这个阶段，只要哪家上市公司宣布我们拿到了多少台的机器人订单，那它的股票就会被资本疯狂的追捧，因为订单才是 PPT 的粉碎机啊。而第2个节点就是创造消费级神话的阶段，也就是什么时候一台机器人的价格被压到了2万美金以下。2万美金以下，也就是一台普通汽车的价格。到那时候爆发就真的了，那时候它就会像智能手机一样，迅速的铺满家政服务、养老陪护、快递外卖等各种行业，融入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你想一想，花了14万买了一个不请假、不偷懒、24小时干活的全能保姆，哪怕是分期付款，中产家庭也会疯抢啊！这就是人形机器人的终极风口。目前在这个赛道上，全球只有2个顶级的玩家，中国和美国，但是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2个路径啊。美国主攻机器人大脑，我们之前说过，特斯拉作为领头羊，把智能驾驶系统直接扔到了机器人的脑子里，还有它的超级工厂的量产能力，足以让它成为行业里的标杆啊。当然，后面还跟着机器人领域的老2、老3 ，Figure AI 和波士顿动力，但是它俩量产困难，所以目前来看，特斯拉是最有可能率先在这个赛道上崛起的企业。而中国方面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的优势，是在于过去10年新能源汽车和硬件卷出来的无敌供应链，包括最重要的核心部件，比如说是减速器、微电机和无数的传感器等等。这些东西中国有成千上万家工厂，能用最便宜的价格、最快的速度给你造出来。就这种能力，放眼全球都没有能比的。听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来问：中国硬件供应链这么牛，那中美博弈，美国能光看着吗？当然是不能的。在政策方面，就在今年，美国国会扔出了美国安全机器人法案，直指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会偷听美国的数据，所以禁止采购啊。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法案一出来，美国自己的科技巨头先吐血了。根据摩根利士丹的测算，马斯克的机器人如果完全不用中国的零件，一台成本要翻3倍，从4.6万美金直接涨到13.1万美金啊！这个价格会大大削弱美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后面的政策肯定还会变化的。中国和美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最终走向，大概率会朝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各有所图的合作方向发展。好，技术、资本、政策拼成了一份未来风口完整的拼图。而作为普通人，我们这次该如何把握人形机器人未来的投资机会，同时又不会变成高位接盘的大冤种呢？我总结了3条。首先，别被网上那些酷炫的视频给骗了。机器人看起来丝滑的不得了，但很有可能是剪辑出来的买方秀啊！在 PPT 概念满天飞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只需要看一个指标，那就是它到底能不能量产，它到底有没有进工厂干活，除了表演以外，它有没有真正的提高了效率啊？第二，我们要警惕伪机器人概念股啊！当资本的风口一转，市场上就会群魔乱舞，只要是个齿轮厂或者是做电风扇电机的公司，都能改个名字叫做机器人核心供应商啊。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好，最后一点，不要低估人形机器人普及的时间，因为一个身高1.7米、体重200斤、全身都是铁的硬件机器人，一旦系统报错或者是漏电，还是挺危险的。法律、安全、隐私等等方面的限制都会增加全面普及的时间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太着急。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科技的列车从来不等人，人形机器人普及的风口才刚刚开始，让我们紧跟科技的前沿，带你锁定财富的风口。点赞、订阅、收藏、关注，我们下期再见。